首先我们要了解下完美世界里的世界结构。荒域是10号的出生地，虚神界是一片只能由神魂进入的精神世界。10号达到洞天境界后，经常进入虚神界悟道和战斗，魔力极深。8域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8个界域，其中10号生活的荒域就属于8域之一。3000道州是9天10地中的10地之一，9天10地是一方大界，下界8域和上界9天10地是有界魔的，不能随意通过。9天10地原本是一整块，后被异域打崩后分裂成了19块。异域也是一方大界，和9天10地是敌对关系，也是前中期最大的反派聚集地。仙域也是一方大界，和9天10地算是同一个阵营。在9天10地与异域打仗的时候，就会派人下界去帮助9天10地，但在9天10地被黑暗物质污染以后，就封闭了2界通道。诸天万界包括仙域、9天10地、异域等无数大界。上苍之上则是浩瀚无边，独立于诸天万界之外。10号自幼经才绝艳，童年时代就已纵横虚神界和荒域。从月禅仙子那里，他得知了8域的真相。8域就相当于囚牢，关押远古犯人，也就是8域之内皆是远古犯人及其后代。但10号没有因此气馁，更没有被吓倒，而是决心为8域子民证明。而后他拒绝了包括月禅仙子在内的上界大教的拉拢，不惜与他们为敌，凭着自己的力量打进了3000道州。3000道州远比8域广袤，大教林立，高手云集，有人和10号为友，有人和10号为敌。数年后，天神书院招人，10号入选，接触到了9天10地的秘辛。原来他们有异域这么一个大敌，在仙古纪元入侵过一次，把9天10地打崩了，覆灭了9天10地全部的高手。现在又将再度入侵，天神书院招人就是为了培养更多高手来抵抗异域的入侵。在天神书院学习数年后，异域开始了进攻，10号等人前往边荒抵御。10号大发神威，斩杀异域多名高手，也曾被出卖，被迫进入异域。期间，他也接触到了藏地和仙域。最终，天渊崩解，暂时隔断了异域入侵的通道。不久后，9天10地进入末法时代，相当于开始枯萎衰弱，无论是仙域还是异域，都不愿再和他有关系了。没有了异域威胁，10号开始专心修炼。至尊、真仙等级一路突破，毫无瓶颈。但是他突破仙王的时候，遭到了数名仙王的联手狙击，神魂被打散，融入轮回印中。无论敌友，皆以为10号已死，只有曹雨生想要追寻渺茫重生的机会，将他的尸身埋入藏地。数十万年后，10号苏醒，这时候9天10地又一次被打崩，分裂成了无数个星球。10号很快突破仙王境界，进入仙域，不久后又成为准仙帝。他不费吹灰之力，覆灭了9天10地最大的敌人异域。但是这时候的异域，相比于新出现的敌人来说，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新的敌人在界海的另一边，他们正准备发动黑暗动乱，毁灭这一个纪元。10号跨过界海，与4名准仙帝大战3万年，艰难获胜。随后他发现这4名准仙帝也不过是小喽啰，最大的 BOSS 是一名真正的仙帝。10号先输后赢，在战斗中不断升级，击杀了仙帝。然后他发现这名仙帝是被黑血污染的，不是天生的反派。这种黑血在上苍之上到处流淌，正是这名仙帝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上苍之上与诸天万界的通道，阻止他涌入诸天万界。于是10号安排好亲朋好友之后，带着柳神和火灵儿登临上苍之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完美世界讲述了一个上苍之上的幕后诡异势力想要复活某个不知名的生灵，一次又一次的血祭诸天万界。一方面，生灵实力越强，血祭效果越好，所以他们不会将诸天生灵斩尽杀绝，也不会阻止他们修行。另一方面，诡异势力也害怕诸天生灵过于强大，会威胁到自己，所以完美世界里的仙帝就是被诡异势力认为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人，提前将他给暗算黑化。异域则是被4名黑暗准仙帝黑化的。完美世界的大致内容就是讲10号与诡异势力的2级傀儡和3级傀儡之间的战斗。